碧海苍陵别院中，帝君和睦端坐着，满是血污的外袍搭在一边，身上穿的白色里衣也尽是大片大片的赤金之色。凤九缓缓睁开眼睛，她微微坐起身，一眼就看到了浑身是血、脸色苍白的帝君。一瞬间，她的心就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紧，又被无数只脚踩踏碾碎。她流着泪下床，奔向帝君，扶着他肩膀焦急地问：东华，你怎么样了？是不是很痛？他缓缓睁开双眼，眼里尽是倦色，声音却十分温柔：我不痛了，九儿不要担心。只见他话音未落，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赤金色的血溅到了凤九身上手上，他震惊失色，顿时心痛难当，不由得喊了一声东华。他看着他紧锁剑眉，愈见虚弱，他慌乱的一手抚着他的胸口，另一手擦拭着他唇边的血迹，口中不停说着：怎么了？怎么了？然而他并没有因他的安抚而好转，脸上的痛色反而加深了。他抬手握住他的小手，他的手冷如寒冰，未等他反手回握，他就直直栽倒在他怀里晕了过去。他一时间惊痛到了极点，强烈的无助感瞬间袭来，立刻将他淹没，令他窒息。他马上给他渡修为，却好像小石子落入万丈深谷一般，一点反应都没有。窗外夜色如墨，看不到任何光亮。他不知道该如何救他，他抱住他，下意识地不停呢喃：东华，东华。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浸湿了周围的一切。凤九不停地唤着东华，他声音很轻，双眼紧闭，眉头深深拧着，精致秀美的小脸上泪痕斑驳。东华见他如此模样，心里被揪得生疼，顾不上一身伤口，忙将他抱起来。他的身子微微颤抖着，似乎在做着极其可怕的梦。他心疼地抬手抹擦他的微凉脸颊，轻声安抚道：别怕九，我在这。凤九似是感受到了东华的气息，在他的怀里缓缓睁开了眼睛。从轩窗投射进来的阳光柔柔地洒在屋里，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张清俊的容颜，他的面色不那么苍白了，抚在他脸上的手也是温热的。他嘴里不由自主地唤了一声：东华。是我。九儿别怕，我在这。东华温柔地回应他，说着还将他抱得更紧了些。这温暖的感觉如此真切，凤九伸手抓紧他的紫色外袍，随即在他身上到处摸着，急切地问道：你怎么样了？我刚刚梦到你伤得很重，吐血晕倒了。东华耐心地安慰他：我的确受了些皮外伤，不过只要休养些日子就好了。你看我像是要吐血晕倒的样子吗？虽然满身伤口被他摸得很痛，但他还是任由他检查着。凤九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可能弄疼了他，他无限心疼和懊悔：我是不是碰到了你的伤？对不起，是我太……他马上收回了手，从他怀里坐起来，生怕不小心碰疼他的伤口。他的话还未等说完，小嘴就被他柔软的唇紧紧裹住。他的吻越来越深，却不似以往那般稍带着霸道，有的只是无尽的柔情与爱怜。他微微陶醉了片刻，随之立即想起他身上有伤，又怕乱动会再弄疼他，于是连忙轻轻哼了几声，伸手抓住了他的袍子，示意他停下。东华乖乖放开了他的唇，却依然不肯放开搂着他的双手。凤九着急却不敢妄动：东华，你快放开我，你的伤。只听他沉声说道：我的伤不算什么。九儿，对不起，我又让你害怕了。对不起。他忘不了他口吐鲜血晕倒在诛仙台那一幕。那一刻他多想飞奔过去抱住他，不让他害怕，不让他担心。一切来得突如其然，他来不及做好万全的准备。他本来已经决定不再丢下他，却还是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怕了，怕他受到任何一点伤害。他没有经过一丝考虑，只是本能地做了那些事情，以将他置于安全的境地。可最终他还是伤了，他心疼他，心疼得吐了血。他觉得自己真是可恨，明明是爱护他，却又令他难受。他活了36万年，唯一捧在心尖上的九儿，他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不再流一滴泪，不再受一点伤？凤九的确愿他常常将他隔开，独自承受不好的一切，可他更心疼他，心疼他明明自己痛苦不堪，却总是把他放在第一位考虑。此外，他一深深愧疚自责，自责自己不够强大，
不能在他脆弱伤痛时解救他，陪他一起承担。就像刚刚的梦境一样，他眼看他倒下去，却无能为力，帮不了他。这样的他真的配得上他吗？东华，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不好，我能力太弱，没办法为你分担，还总是让你为我分心。凤九落下自卑的泪水。东华似乎是觉察到了他心之所想，紧了紧怀抱，温柔至极地说道：你已经做很好了，不要着急，我的九儿还这么年轻，慢慢来。他总是对他这不成才的小狐狸这么包容，这么体贴。他的爱无论是深沉隐忍，还是热情外露，他总是将他看得最重，总是第一时间想到他。为了他甚至不惜逆天改命，承受天罚，连眉头也不皱一下。他想，如今天命再也不成为阻碍，他定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爱他，用尽自己的全力去让自己变得有能力护着他。他的九儿总是这么勇敢坚强，就是一只软萌的小狐狸，却总是能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填满着他一颗孤独的心。她是他活过了几十万年，经历了多少个沧海桑田后唯一一个走进他心头的女子。她如此纯净美好，在最好的年华将自己整个心给了他，无怨无悔地跟着他，等着他。他想，三生石上他的名字终于与他成对，从今以后他无论如何也要生生世世爱护他，与他相随。凤九轻声说：东华，你身上有伤，不要抱这了，要不你陪我躺一会吧。好。东华放开凤九，等他躺好，帮他盖好被子，而后轻轻挨着他躺在了外侧。消纱帐暖清风扬，玉香迎世诉衷肠。红狐尾，白檀香，流转三世人成双。碧海苍灵，一方画则，别院内室，银发青丝，交香缠绕。碧海苍灵别院的庭院里，不大的一片佛铃花开得正好，微风一吹，点点碎小的淡紫色轻轻攒动，犹如别致秀美的花浪。凤九一袭朱红罗纱裙，就在那丛紫色中轻轻荡漾起舞，抬手转身间顾盼流连，媚态天成。东华随意地坐于门口的石阶上，专注地欣赏着这一幅动人心弦的绝美风景。天高地阔，外边的世界的一切都离他二人太过遥远。这是凤九为东华而舞的。他这只小狐狸除了上古始修的极好，极善厨艺之外，就属跳舞令他觉得有资本炫耀了。而且虽然他们相识了这么久，他们之间情谊这么深，他却从未为他跳过一支舞。于是这日用过午膳，他便主动挽上东华的手臂，撒着娇要跳支舞给他看。他自然是十分愿意的。在他眼里，他的九儿做什么都是极美的，关键她如此美，自己还全然不觉。她的每个模样他都牢牢印刻在心间，无论是他最常见的那副小狐狸的娇憨模样，还是他凡间为妃时特有的妩媚婉转的样子，他都爱极了。眼前舞动着的他却是有些不同，明艳的笑容既娇媚又清丽，曼妙的身姿柔美又有力。这只磨人的小狐狸总能轻而易举地将他撩拨得没有一丝抵抗力。一支舞跳完，凤九额间渗出了些细密的汗珠，他一边抬手试着一边轻快地跑向已经站起身来走向他的东华。他伸手揽过他，为他轻轻理了鬓发，在他额间落下了一个轻而深的吻。他眼含笑意地看着他，不无宠溺地说：你在这碧海苍灵待了这么久，想不想回青丘？凤九点头，想啊，这些年我回去过几次，不过还是想回。那我们明日一起回去可好？好。凤九笑得更加灿烂。翌日一早，紫衣银发的东华帝君携红衣墨发的东荒女君一同现身东荒狐狸洞门口。前些日子帝君一醒来，迷谷心想着人家小两口1000多年不见，肯定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情，怕自己成了电灯泡，便很识相的自己搬回了狐狸洞。可是就他自己，凤九不再没人做饭，他就只能天天吃枇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才几天他都瘦了一圈，他一堂堂数经落到这般地步也是悲惨，他得好好思考一下先生了。这不，迷谷正在洞里生无可恋地啃着枇杷，一觉察到自己设的仙杖被人搅动了，立即出门查看，就正好迎上了这两位。迷谷见过东华帝君、女君，机灵的迷谷只是愣了一愣，便赶紧拱手作揖。帝君云淡风轻。迷谷，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就你自己吗？凤九上前询问。是，君上不在，没人做饭，米谷就天天吃些果子。君上今日这是？米谷可怜巴巴的，不过他还不太了解东华帝君的为人。他这一番实打实的心里话，尽数被一旁的帝君听了去，还记在了心里。凤九还是最见不得人受委屈，一见米谷这小样，立马又母性大发，拍了拍他肩膀安慰道：我们就是回青丘看看，我一会给你做一顿好吃的，补偿补偿你。他也不知道，他这句自己觉得没什么不妥的话，也被不言不语的帝君听进去了。米谷闻言立即心花怒放的使劲点头，也没注意到凤九边上脸色微冷的帝君。三人前后进了狐狸洞，凤九拉着帝君在石几旁坐下，米谷下去给两人烹茶。帝君，午膳你想吃什么？帝君一挑眉，云淡风轻地说：你那洞里的小树精饿了这些天，你不是该去问问他想吃什么吗？怎么来问我？说的也对，那等会我问问他。帝君你真体贴。凤九冲着帝君甜甜一笑，不过他显然会错了意。帝君早就知道凤九脑回路奇特，瞥了瞥他，悠悠说道：都说青丘民风淳朴，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凤九一听帝君这是好话呀，心里还有些骄傲，嘿嘿，帝君从何处见识到的？堂堂一荒之君，竟天天给座下侍奉的小仙做饭，还真是平易近人。帝君觉得他这话说的已经够阴阳怪气了，这下小狐狸该有所悟了吧？只见小狐狸凤九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笑颜，还抬头挠了挠头，嘿嘿，帝君你说的严重了，这也不算什么平易近人。我们白家就我会做饭，以前姑姑在的时候也一直是我负责准备饭食，不过就是做顿饭嘛，帝君你过奖了。帝君已然被这呆傻的小狐狸气得心里喷出一口老血，瞪了他一眼，决定说的再直白些，我认为你还是不要这样做的好。为何？你如此惯着他们，若有一日你再也不能给他们做饭，那他们岂不都要饿死？帝君你这说的又严重了，他们都是神仙，哪会饿死啊？而且凤九为何再也不能给他们做饭了？其实帝君只是不满凤九做饭给别人吃，直说出来又显得他这上古神尊未免太过小气。脸面这种东西于他向来都是身外之物，不过他倒是十分在意他的想法。可这小狐狸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该傻点的时候又挺机灵。帝君觉得很是无奈，又瞥了瞥凤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留在狐狸洞给人做饭，不嫁人了？嫁人。凤九立马小脸通红，他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帝君见他脸颊红扑扑，小手里不停抠啊抠的，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完整话的样子，刚还恨铁不成钢的心里立即柔软的像一汪春水暗暗涌动着，清俊英气的脸上也泛起了如春风般轻柔的笑。他将他拉进怀里，低头在他细嫩平滑的额头上落下爱怜的一吻。凤九任由帝君搂着，心里甜甜的。这柔情蜜意的一幕刚好被端着茶盘从厨房走出来的米谷看了个正着，看来他这茶暂时还是不要上了。米谷心想，这俩人当着他的面都如此，碧海苍陵只有他俩，指不定怎么个缠绵法呢。不行不行，这自己可受不了，女君太不厚道了，这不是虐狗吗？东荒狐狸洞中，凤九为帝君端上了一大桌子菜，盘盘色泽诱人，处处鲜香扑鼻，而且全是帝君爱吃的，什么糖醋胭脂藕、凉拌蔓荆子、野笋滑肉丝、清炒冬葵菜、杏黄鸳鸯虾、桂花赤豆糕。除此之外，还有凤九为了给刚挨了雷劈的帝君补身子，特意用白莲钩汁炖的香薰木莲子汤。饭桌旁坐了3个人，帝君、凤九和电灯泡米谷。帝君闲庭自若地看着凤九摆上这一盘盘佳肴，不说话，也带着清冷的威严。凤九倒是一点没有女君的架子，笑嘻嘻地招呼帝君和米谷赶紧趁热吃。置身于如此的气氛中，米谷浑身不自在，但肚里的馋虫实在是憋不住了，快点吃，吃完闪人。凤九一手端着汤盅，一手执着调羹，为一旁的帝君盛了一碗木莲子炖汤递给他。帝君，这汤里我是用莲鱼和木莲子炖的，你多饮些，对身子有好处。好。凤九还记得他对木莲子汤情有独钟，帝君心里喜滋滋的，甚是满足。正当帝君和凤九郎情惬意眉来眼去时，一道爽朗的男声传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正是折颜带着他家珍珍来了，说话的是折颜。一时间，这狐狸洞有点热闹，几人各自向对方施了适宜的礼数。凤九赶忙招呼他二人落座。小九，四叔可是有日子没吃你做的菜了。白珍看了看满桌的红红绿绿，撇了撇嘴，今日怎的做了这些个冷门菜式？说着夹了一筷子冬葵菜吃着，气氛有些尴尬。折颜与帝君年少时就相交，自然知道这都是他爱吃的。珍珍如此说，怕是会令这位外号东对对的帝君不悦，然后惨遭他的毒舌。他连忙也吃了一口菜，说道：不错不错，小九这厨艺又见长啊。说完还瞥了一瞥帝君，看他有什么反应。只见帝君并无异常，也看不出什么不高兴，只是一派闲适地吃着凤九堆在他碗里的各种菜，还不时给凤九加点这盛点那。嘿嘿，老凤凰，几日不见，你这嘴也愈发甜了。凤九转而对白珍说：凤九也不知四叔你们今日过来，所以只准备了这几个帝君爱吃的菜，四叔你等会，我再去做些你惯吃的来。说着凤九便起了身，还没等白珍拦着，凤九身旁的帝君一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腕，抬起头对他柔声说道：你还在长身体，怎可不专心吃饭？不如还是吃完了再去替上神杯扇可好？没等凤九回答，便又侧头看向已然愣住的白珍，十分客气，分寸拿捏得极好，上神觉得呢？白珍与折颜对视了一下，干笑着说：帝君说的是，小九你别忙了，你做的什么都好吃，不用准备别的。凤九坐下继续吃饭，见帝君的汤中见了底，便又给他盛了一碗，还用勺子搅动着吹了吹。帝君接过汤，又加了一只鸳鸯虾，干净利落地剥了皮放到凤九的碗里，宠溺地看着他笑。白珍折颜已经石化，米谷一边低头吃着一边想，本来以为两位上神来了，他这个电灯泡就没那么尴尬了，谁知道结果不过是三个人一起被虐狗罢了。